因为一辆呼啸而过的货车，男人失去了女孩写给他的联系方式。当他请女孩重新给他写一个时， That was a sign. Fate's telling us to back off. Then why did we meet tonight, huh? Gotcha. 因为他相信缘分，觉得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这可把男人给急坏了。No names, no phone numbers, nothing. What do you think's gonna happen? 于是女孩拿出5块钱，让男人在上面写下名字和电话。 You are a strange and interesting woman. 可他拿到钞票后，转身就跑去对面的小店，买了一盒口香糖。看到女孩这般行为，男人看傻了眼。可女孩却解释说，如果他们真的有缘，那么钞票最终会回到他手里。为了公平起见，莎拉从书包拿出一本名为《爱在瘟疫蔓延时》的书，她会在扉页上写上地址和电话，明天会把书卖给一个陌生的旧书摊主。如果命中注定，乔纳森一定能找到这本书，但乔纳森却认为幸福是要自己争取的。被感动的莎拉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她把乔纳森拉进酒店，带着他来到了2部电梯前。 Don't let me come over there. Okay. Okay. 如果他们心有灵犀，按到同一层楼，莎拉就会选择和他在一起。说完，便扔了一边刚买的手套。 Sarah. 接着，他毅然决然地按下了命运的按钮。男人很是犹豫，因为这关系是他下半辈子。在一番选择之下，他选中了23层。或许真的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本以为这是他们甜美爱情的开始，可造化弄人。乔纳森遇到了一个毛孩子，他进去就对着按钮一通乱按，这让乔纳森很是气愤。可此时，莎拉满怀期待地走出电梯，但却看不到乔纳森的身影。他的心里止不住的惆怅。虽然他一直坚信缘分，但心里却不想错过这段爱情，仍然抱有希望地守在电梯口，可却始终没有等到乔纳森的出现。他只能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心灰意冷的他前脚刚走，乔纳森才匆匆赶到，但此时却早已人去楼空。而这一别，两人再也没有相见。这次的相遇如春风一路过，将会在之后的岁月侵入他们的骨髓，如火花一般短暂的一见钟情，却留下难以置信的思念。原来不久前，两人在一家礼品店相遇，他们同时相中了一副手套。Go ahead. Please. 但这副手套只剩最后一双了，没有丝毫犹豫，乔纳森选择将手套放回原位，让给莎拉。可这个行为却让一旁的老六渔翁得利。 His girlfriend. His girlfriend. He will be She will be my girlfriend. my boyfriend. But in 18 months, that didn't really work out. No. But Merry Christmas. Thank you very much. 就在他们两点即配合下，费了老半天的劲才把手套要了回来。为了感谢乔纳森，莎拉主动邀请他到一家名命中注定的甜品店，正如他坚信缘分一样，两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乔纳森被眼前这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彻底迷住，临别前鼓起勇气要个联系方式，可莎拉却只留下了一枚香吻，然后告诉他，如果我们有缘，一定会再次遇见。说完就头也不回地上了出租车。刚刚泛起的激情就此没了。乔纳森的心里有着禁不住的失落，连对方的名字都还不知道，看来注定是要错过了。刚准备回家，他才发现围巾不见了，而与此同时，莎拉买的手套也忘在了店里。命运就这样让两人再一次相遇，几乎为这段情缘烙印下了缘分的痕迹。 Let's go do something. All right, go on then. 两人来到一个流光溢彩的溜冰场，漫天青雪与四周的灯光交相辉映，在一片斑斓里，两人轻盈的身躯并肩而行，同频的话题让他们聊得愈发投机。原来莎拉来自旧金山，她已经在纽约观光了1周。在他们离别时，莎拉才破天荒地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了一张纸条上，然后就有了开头的一幕。转眼间已过了几年，莎拉在旧金山成为了一名精神治疗师，而此时的她已经拥有未婚夫，但她的未婚夫却是个知名的音乐人。为了巡回演出，他能让莎拉一个人淋雨回家，甚至求婚时戒指都能买小1号。 Let me. I got it. I got it. 面对如此不贴心的未婚夫，他都会想起幽默风趣的乔纳森。每次看到5元钞票时，都会忍不住翻看另一面。而此时，乔纳森即将迈入婚姻的殿堂，莎拉的面容却始终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只要经过2手书摊，他都会寻找那本《爱在瘟疫蔓延时》，但无一例外，扉页上都是一片空白。可就在乔纳森举办婚礼的前几天，莎拉这名字连续出现在了他的生活里。 I'm Sarah Lawson. Hi. 高尔夫球场工作人员的名字叫莎拉，理发师发型师的名字叫莎拉。 My name is Sarah, and I'm gonna cut your hair today. 甚至在堵车时，身旁路人哼唱的歌词中也有莎拉的名字，仿佛这是老天爷的指示。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死党。两人跑遍了全市大大小小的2手书店，地毯式的寻找莎拉留下的那本书，可找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失望。
无可奈何的乔纳森回到家，抚摸着当初莎拉在电梯上丢给自己的手套，可却意外在手套里发现了莎拉当年的付款账单，上面赫然印着莎拉的信用卡账号，这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去找到了当年那家超市，但付款账号早就过期，电脑根本查不到任何信息。无奈乔纳森只好动用超能力，让他来到储存过期账单的仓库。在一番努力之下，他们终于找到了当年那张账单。通过账单留下的地址，他们立马找了过去。原来莎拉只是当时一名短暂的租客，好在房主还记得当年是哪家租房中介公司。而神奇的是，地址刚好是当年那家甜品店的隔壁。可更不可思议的是，此时的莎拉与闺蜜正在这里。原来就在莎拉淋雨回家当天，无意中看到保罗·纽曼的电影海报，立刻让她回忆起乔纳森最喜欢的电影之一。The correct answer is Cool Hand Luke. Oh, come on. You never seen Cool Hand Luke? Paul Newman? Oh, my God. 她觉得命运好像给了她一些提示，为了不让自己留下遗憾，就这样，他们俩一起飞到纽约，还住下了当年猜电梯的酒店。可闺蜜却劝莎拉认清现实，生活并不像童话故事，不能指望缘分来决定一切。离开时，闺蜜拿起服务员找回的零钱，而这正巧就是当初那张5块钱。两人前脚走进出租车，却又刚好与赶来的乔纳森擦肩而过。老天就是爱如此捉弄人，当初的出租屋如今变成了一家婚纱店。看到这，乔纳森彻底崩溃。婚纱店就像是在警示自己，继续结婚才是最好的选择。可万万没想到，乔纳森正巧也在这酒店举办婚礼。更不可思议的是，闺蜜居然和乔纳森的未婚妻是大学室友。新娘盛情邀请两人前去观看婚礼彩排，莎拉婉言拒绝，独自回到了房间，却不知自己再一次错过了与乔纳森见面的机会。夜晚，莎拉孤身一人在大街上游荡，不知不觉间，她来到了当初的那个溜冰场，尘封的回忆再次涌入脑海。而此时，在结婚彩排这里，乔纳森脸上没有丝毫开心。彩排结束后，未婚妻送给新郎一个特别的婚前礼物，他也心不在焉地打开礼物后，随即愣了一下。这不就是那本《爱在瘟疫蔓延时》的书吗？这些年，乔纳森一直到处翻看这本书，他都看在眼里。他虽然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在意这本书，乔纳森怀着忐忑的心情翻看扉页，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这不就是他苦苦寻觅的那本书吗？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一刻，他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命中注定。他毅然决然地离开酒店，根据电话调查到的住址，连夜飞往莎拉所在的城市，但却看到了屋内一对男女正在翻云覆雨。他顿时心如死灰。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屋子里的那个女人是莎拉的妹妹。隔天，莎拉已然坐上了飞机，她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当准备租用耳机时，却发现自己拿错了闺蜜的钱包。当她把5块钱递给乘务员的那一刻，才发现这竟是她苦苦寻找的5块钱，这让她无比震惊。她激动地抢回那5块钱，不顾一切地跑下飞机，按照上面的地址找到了乔纳森家里。可邻居却告诉他，乔纳森此时正在酒店举办婚礼。He's getting married? Might be already. Wait! Hey! Wait! 心急如焚的莎拉立马朝着酒店赶去。她终究还是来晚了。Is it over? The wedding? Yeah. It's over, all right. 莎拉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可正准备离开时， The truth is, it never even began. Called the whole thing off this morning. 莎拉这时喜极而泣，因为她知道乔纳森一定是在等着自己。她决定留在纽约，继续寻找乔纳森，找回自己错过的幸福。将朋友送上出租车后， Please put a jacket on. It's freezing out here. 这才想起了自己遗落在溜冰场的外衣，仿佛是受到了命运的指引。乔纳森来到了当年的溜冰场，并在长椅上捡到了一件女士外衣，然后坐在溜冰场的最中央，准备再次等待主人的出现，然后掏出口袋里的黑色手套留恋一番。这时天空飘起了雪花，相同的场景，一切都如初次相见时那般浪漫。他静静躺下，准备回忆逝去的美好。可突然，天空飘落下来一只熟悉的手套。蓦然回首，飘飘扬扬间，竟发现莎拉正站在自己面前。他们从未忘过彼此，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缘分才未结束。如果不懂得珍惜，那么再好的缘分也只会化为乌有。缘分是如此捉摸不定的东西，让人怦然心动，念念不忘。I'm John. I'm Sarah. 若我们只是静静的等待缘分到来，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有结果。感谢观看，我是判官，期待下期再见。